Hello， 大家好，我是怡言，今天又讲国服的八卦了。照理来说，我是国际服的主播，不应该插手国服的事情。不过他们这件事情已经是传开了，几乎是整个伺服器的人都已经知道，不管是国服还是国际服，并且已经有人去向官方那边举报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关于皇庭最终占领的拍卖。这里我有收到一封合约的内容，让我们看看内容写了什么东西。K2 皇庭终战获取方法及实施办法。经过友好协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皇庭终战获取如下：战胜国采取安排的方式确定皇庭最终占领权。皇庭终战的拍卖所得扣除拍卖佣金后，由其他战胜王国均分。拍卖组织方为万国觉醒直播大 V， 具备一定的社会公信力，拍卖佣金不超过 5%。据我了解，他们所谓的大 V 主播呢，就是十步杀一狗，之前峰哥有提到过的，也是来自陆服16服的主播。安排金额由各个战胜王国在拍卖组织方限定的时间内邮寄给组织方，并且采取网络直播的方式，在直播平台及时开封，宣布竞标金额，并公布终战王国，以保证此次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对 K2 赛季公认最大贡献王国，对竞标金额采取让一原则，即如果以竞标金额为5万获标，实际出资5减1等于4万，即获取终战名额。对 K2 赛季公认最小贡献的王国，对竞标金额采取加1原则，即如果以竞标金额为5万获标，实际出资5加1等于6万，即获取终战名额。最大贡献王国和最小贡献王国在活动前由结盟王国公议，得标王国需在活动结束后24小时内支付拍卖金至拍卖组织方，否则自动丧失其竞拍资格。标的由第二竞拍方获取，流拍方亦失去均分拍卖金的权利。本实施办法确认后，由联盟各王国国王签字确认，并署名发送至4国区内。如违背公平信用原则，天下共讨之。下面已经签署了，并且知道是来自508王国，他的 ID 名字还有一个应该是他的原名吧。那这封邮件已经是传开了，我觉得没有屏蔽的需要啦。其实陆服他们拍卖最终占领啊，这个我在之前略有所闻，只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是以怎样的形式去拍卖的。不过这样看来，他们应该不是第一次做这样子的事情了。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哪一些王国他们是打赢了这场 KVK， 并且是有机会可以拿到终战的，他们决定让出终战的位置，让其他王国去拍卖获得。方式就由其他的王国他们写下自己拍卖的金额，然后用邮寄的方式寄到那个主播那边，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大 V 主播十步杀一狗16服的主播，用这种方式让其他的王国他们没有办法在当下改掉竞拍价格，在信件里面写了多少邮寄出去就是那个价格，再通过直播的方式公开给其他王国的人看到。但是你贡献多跟贡献少还是有影响的。假设你贡献多的话，你原本要拍出去的价格是5万，你可以减1万，只是给4万而已。相反的，贡献少的王国，你就要给5万再加1万，变成6万给拍卖方。不过最后就算你竞标得到了，你没有在24小时之内把钱打过去的话，也变成失效竞标，就由第二个价格比较高的王国获取终战。不过看到他们这里的价格是以万来计算的，那如果拍卖方他们可以获得 5% 的抽成的话，这样算起来的话，拍卖方可以获得2500块，这样也是蛮好赚的。我是时候想一下要不要转行了然后这封邮件呢是510的国王发的，这封邮件也是传到满天飞，我也不打码了。510他们发布了邮件，皇庭已经尘埃落定。510同盟国3方锁定皇庭入场券，根据3国同盟签订的协议，现通知如下：3月21日，也就是下周星期二晚上8点开皇庭，20日晚邀请万国头部主播16区狗哥直播公布终战结果，也就是刚刚我所讲的十步杀一狗。即日起510进行公开募捐，募捐金额每位玩家300元起，不限制最高金额，不限制网盟或战盟，仅募捐玩家获取皇庭终战资格。K2 皇庭战的意义重大，如荣誉加深，510王国未来可期。这边可以理解为他不要求你们要给钱还是不要给钱，但你有给钱你就肯定可以拿到终战。但是你要给钱的话，最少你要给300块，也就是一个黄金宝箱大概的价格啦，再少一点点。当然他这里也是暗示了，你也不一定要给300，你要超过300也是可以的，看你自己喜欢。不过这封邮件下面还有一句啦，他这个截图没有截完，不过有人传过来给我了。捐款直接由火负责，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微信转账至王国群钱袋子，这个钱袋子可能是群的名字。510王国最终将公布捐款名单，
那现在才17号而已，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公布之后呢，就给大家传出来了。正式的竞标拍卖还没有实行。刚刚那封王国邮件写出来的时间是13点，我现在收到时间是4点下午，就是说他们发了这封邮件之后不到1天就给他发出来了。我现在就很好奇3月21号他们到底能不能进行。不过我这里还有收到一些对话截图的内容啦，他们有讲到这样子我们打王国 KVK 打到半死是为了什么，拿到这么高的 DKP。假设有其中一个王国它出的价格比较高，是已经超越了那种比较高 DKP 的王国，这样子 DKP 王国付出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只要那些竞标王国他们给的钱比较多，其他的玩家他们只是需要付300块就可以了。甚至就算你给出一个礼包的价格385块美金，也比你打 KVK 还要来得更省钱，打 KVK 要消耗更多的资源跟加速。所以在群里面有一些玩家抱怨，当然我不会把他们的截图内容贴出来了，毕竟这个还是属于私信。我这里还有收到另外一个对话截图，这就是一个你想要吃就要付出的东西，不想吃也没有人强制，这个就是我前面所讲，你要给就给，不要给就算了，你要给更多钱也是可以，不强制。前面那些人死的兵都不知道多少，也不差这300，要是想囧哥可以直接拍下来，但是那时候不募捐的要舔个脸去吃吗？那你真好意思，每区都不是个人的，国王只是一个领头羊，但是领头羊付出的也多，打架的也吃奖励了，不要说自己出力了，为啥不能吃？出力的人很多，你并不一定是最多的。每次囧哥不都发红包犒劳大家吗？有事是很小，但不能忘，而且打架都是为了510，并不是为了谁。囧哥他们同样也是为了510，管理忙前忙后也是为了510，不要将不属于别人责任加强于人，所有付出都不是为了你我，而是这个510大家庭。其实我是认同他所说的东西，但这些话对于那些没有打仗的人其实还好，但对于有打仗的人来说，我已经努力了这么久，我已经打仗花了这么多的资源加速，奖励本来就是我应得的，现在还需要我掏钱去购买中战。或许有些玩家不能接受这一点，我推测有些人可能不服气，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公开出去。我还有收到一个截图，核实这个 ID 的玩家他有发布这封邮件，目前已经将这个玩家的邮件功能关闭了7天，就关闭7天而已。我有陆服的观众帮我去问了客服，目前是禁游7天，后续游戏内审核有违规行为也会进行处理，同时该情况我也反馈给了团队。那我看到有很多人发了对话给我，其实我看到大部分他们内部的玩家比较不满意的一点就是，凭什么我们还要为了这件事情而掏腰包？本身玩游戏贡献在打仗上面已经不够了吗？还有就是担心一点，如果把钱交上去给国王的话，他会不会卷钱跑路？做个简单的计算，假设有300个玩家，他们同时都给了300块，也就是说他可以获得9万块人民币。9万块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了，又或者收了钱不认账，当然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啦，毕竟每一笔交易都有记录的。但假设说游戏成员们确实不知道国王或者是负责人他们住在哪里的话，给了钱之后就血本无归了。在国际服会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我觉得凡事都有可能，只是国际服的交易行为会比较困难。毕竟国际服有很多不同国家的玩家，但是陆服那边他们用的全部都是人民币，像他们之前的拼多多还有在子拼多多，虽然是给官方拦截了，就连皇庭谈判都有金钱交易，总觉得这个游戏已经不是游戏了，而是交易平台。当然我也不是想要批评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的，只是进行交易的时候，你的队友们他们肯不肯去接受这样子的交易。既然有人把这件事情爆料出来，还跑去跟官方举报了，就明显表示说他们内部成员其实有很多玩家不满意的。那我也不是他们内部成员，也不知道他们一开始谈判的时候是不是以这样子的形式去谈判。虽然一直以来我都有听到陆服的玩家他们一直说打 KVK 都不像打 KVK， 都没有国际服来的刺激，最后都是由谈判来分配奖励。今天让我亲眼看到了，还是有一点吃惊。原本我的影片应该要结束了，刚刚我又收到了一封声明，今日500王国、508王国和510王国就在 S21071 地图的皇庭中站发布了募捐活动，引起了网络热议。针对部分玩家不实举报，特向官方沟通如下：皇庭中战属于虚拟财产奖励，对于战胜国如何分配该奖励是基于诚信信用基本原则，符合民法典的精神。3个战胜国分配方式合法合规，并没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亦没有破坏历史游戏公平机制，更没有犯罪行为发生。各王国内的募捐属于自发行为，其依据是基于民法典而签署的皇庭中战分配办法，没有强制行为，其目的在于不损害结盟王国共同的利益下，动员全国玩家为王国强大而输血。
专款专用，不会将募捐款项用于其他用途。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总会面对各种争论，其规则不涉嫌违法犯罪，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是玩家他们的讨论嘛？不过对于莉莉丝来讲，你们这样子交易的话，其他王国效仿了，就变成他们 KVK 都不打。间接性也是等于说，哇，装备啊、军器那些其实也不用弄了。之后我们要怎样拿到皇庭呢？就是用钱交易就行了，何必打到这么痛苦呢？所以事实上来说是有影响到官方的利益的。不过当然的，我也不是读法律啊，这个什么民法典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而且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律师信警告的故事，所以我这边也不做太多的批评啦。至于观众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